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信息学院的丁海燕老师，欢迎走进 C 语言程序设计课堂。今天我们讲解的是一个简单的 C 语言程序。下面来看最简单的 C 语言程序举例。例 1.1 输出一行文字 Hello World， 程序如下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void printf hello world return 0。计算机是如何将我们看上去似懂非懂的几行文字变成显示在屏幕上我们能一目了然的文字呢？在对案例中的文字进行解析之后，相信就会有答案了。在这里，我们称案例中的6行文字为代码，称在屏幕输出的1行文字为该段代码的执行结果。解题思路：首先，在主函数中用 print 函数原样输出以上文字。前面提到过 ，C 语言是结构化的语言，且均以函数的方式来表现，所以用 C 语言编写的代码都是由函数组成的。不论是由系统提供的库函数，还是编程者自己定义的函数，这种结构在该案例中有很好的体现。下面来看例 1.2， 多个函数构成的程序，求2个整数中较大者。解题思路是用一个函数实现求2个整数中的较大者，在主函数中调用此函数并输出结果。程序如下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void int max int x int y， 这是声明被调函数 max。 int abc 表示定义3个变量 abc。scanf %d %d and a and b 表示通过键盘输入变量 ab 的值。c 赋值 max ab 是表示调用函数 max， 将其返回值付给 c。 printf max 等于%d c 输出 c 的值 return 0， 函数结束。下面是定义 max 函数，定义整形变量 z。if x 大于 y z 等于 x， 这是通过 if 语句判断出 x、y 中的较大者。else z 赋值 y， 将较大值付给 z。return z 将 z 作为函数 max 的返回值。在 main 函数中，首先对被调函数 max 进行声明，定义3个变量 a、b、c， 通过键盘输入变量 ab 的值，通过函数 max 将其返回值付给 c， 输出 c 的值。而在函数 max 的定义中，通过 if 语句判断出 x、y 中的较大者，并将其付给 z， 将 z 作为函数 max 的返回值。代码行执行的顺序图如下：顺序执行1到7行，到第7行的时候，程序流程转向执行11到17行，再返回第7行，继续执行8到10行，程序结束运行。当输入10、20时，输出较大数20。C 原程序的一般形式如下：预处理命令、全局变量声明、自定义函数声明、int main 参数列表表示定义主函数、花括号局部变量声明、语句序列 return 0表示函数结束。f1 参数列表表示自定义函数 f1， 花括号局部变量声明、语句序列花括号完等等等等。我们还可以定义各个函数，一直到 fn 参数列表表示自定义函数 fn， 同样也是局部变量声明、语句序列花括号完。C 语言允许用2种注释方式，双斜线表示单行注释，它可以单独占一行，可以出现在一行中其他内容的右侧，也可以使用蒯式注释，斜线星号到星号斜线结束，可以包含多行。下面介绍 C 语言程序的结构。C 语言程序的结构特点有以下8点：一个程序由一个或多个原程序文件组成，小程序往往只包括一个原程序文件。例 1.1 只有1个函数，例 1.2 有2个函数。一个原程序文件中可以包含3个部分：预处理指令 include stdio
.h 等等。第二，全局声明，在函数之外进行的数据声明。3. 函数定义，每个函数用来实现一定的功能。2. 函数是 C 程序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个 C 程序是由一个或多个函数组成的，且必须包含一个寐函数，也只能有一个。每个函数都用来实现一个或几个特定功能。被调用的函数可以是库函数，也可以是自己编制的函数。3. 一个函数包括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函数首部，即函数的第一行，例如 int_max、int_x、int_y。int 是函数类型，即函数返回值类型。max 是函数名 ，xy 是函数参数。xy 前面的 int 是参数类型。若函数无参数，在括号中写 void 或空括符。函数包括的第二个部分是函数体，函数体又包括声明部分和执行部分。声明部分不是必须的，主要是定义在本函数当中用到的变量，以及对本函数所调用函数进行声明。2. 执行部分由若干个语句组成，指定在函数中所进行的操作。C 语言程序的结构特点还有：程序总是从寐函数开始执行。5. C 程序对计算机的操作由 C 语句完成。C 程序书写格式比较自由，一行内可以写几个语句，一个语句也可以写在多行上。为了清晰起见，习惯上每行只写一个语句。6. 数据声明和语句最后必须有分号。7. C 语言本身不提供输入输出语句。8. 程序应当包含注释，增加可读性。好了，同学们，一个简单的 C 语言程序我们就学到这儿，下节课再见。